第109届环法自行车赛将于2022年7月1日到24日举行。这一次环法自行车赛的起点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这是环法第24次在海外设置起点，也是地球最北边的起点。全程21个赛段，总计3328公里赛程，有29个2级以上的爬坡点，6个山地丘陵赛段以及5个高山爬坡赛段。赛程将跨越丹麦、比利时、瑞士和法国。对赛程完整路线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留言区找到视频连接。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起源于2家报社《机动车报》和《自行车报》的竞争。当时，《机动车报》的编辑亨利·德斯格朗吉为了借赛事的影响提高报纸的销量，决定要组织一项世界上最重要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7月1日，第1届环法自行车赛诞生了。如今，每年环法赛事期间，会有数百万民众和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环法路线沿途观看比赛，而电视机前也有上亿的观众通过转播关注比赛。这项举行了100多年的赛事，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自行车比赛？人们为什么对这项每年都举行的比赛仍然充满了期待和热情？为什么平时不太关注自行车运动的人，也会在每年7月对环法津津乐道？大家好，我是小李哥，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丈量世界、体验人生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法国生活多年后对环法的体会。首先做个小测试，提起环法自行车赛，你会想到什么？1. 黄色领旗衫。2. 参加环法的选手、车队和品牌。3. 相接的冲刺。4. 环法路线沿途的美景。5. 环法赛程中出现的各种奇葩事情。环法自行车赛是全球最早创立的自行车多日赛，除了1战和2战期间曾停办以外，这项赛事已经连续举办了108届。毫不夸张地说，环法比赛的历史就是大半部自行车运动的历史。而围绕赛事本身，赛事组织者也有意识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运动文化经济体系，让职业自行车队、自行车发烧友、环法路线经过的城市和普通的民众都能在每年7月份这3个星期里有不同的收获。创立之初，环法自行车赛是一群体力劳动者使用沉重粗笨的自行车环绕法国骑行1周的极限挑战赛。而如今，环法明确了赛段的概念和总成绩的计算方法，设计出了总成绩黄衫、冲刺王绿衫、爬坡王圆点衫和最佳年轻车手白衫等荣誉衫，分化出了不同的地形赛段，对参赛车队的资格、车手的比赛方式、使用器材乃至赛场着装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所以，对于职业选手和资深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来说，他们更会去关注每届环法参赛车队的品牌、自行车的配置、车队选手的排名和组合、骑行中的技战术配合，还有车队技术保障等等。而对于法国本地居民、各国游客和不以竞争为关注点的大量自行车迷来说，环法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一次暑假的盛大狂欢和一扇了解法国风土人情、社会人文的窗口。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说过，只有2件事会让法国人走出自家的阁楼和地窖，那就是选举和环法自行车赛。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环法是童年的记忆，是对老一辈人的怀念，是对每年辛劳工作的奖励。许多法国人会说，没有环法自行车赛的7月是无法想象的，是不完整的。而如果有的法国家长对环法不太感兴趣或者没时间，那他们的身边总会有一个叔叔、爷爷、奶奶、大哥或者邻居，愿意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次环法的乐趣。在环法每个赛段的起终点，当地政府和赛事组织者也会设计出各种嘉年华活动、竞猜游戏，普及自行车运动常识。再来做一个小测试，你认为以下哪些情况会发生在环法比赛中？ 1. 遇到游行罢工的人群，比赛被迫中断几十分钟； 2. 遇到
2. 疯狂的自行车爱好者从比赛队员头顶飞过。3. 路边加油助威观众的一个不小心，导致大量车手摔倒。4. 悠闲的牛群从赛道穿过。5. 比赛过程中，车手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Allez, on trouve Nicolas là ici. Nicolas au milieu du chaos. Et oui, c'est la bonne droite. Et oui, c'est la bonne droite. Oui, bien sûr. Exactement. Pardon, Nico. Ah bah là, c'est un carambolage. Là, c'est un... Et Warren Barguil qui a dû se faire une petite frayeur aussi. Oh, bah décidément, hier c'est un bidon qui traverse en regardez, aujourd'hui c'est un troupeau de vaches. Ouais, ça passe. Ça passe. J'ai rarement vu ça quand même. C'est ça. 近几年的环法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面向190多个国家转播，于是环法组委会对城市的挑选也严格了标准和精心的设计。比如2019年有280个城市提出申请，最终入选的只有33个城市。在赛事转播期间，法国电视台会在比赛间歇或直播画面中充分呈现当地自然景观、地标建筑、风土人情，让环法成为各个城市面向全球观众的宣传片。小李哥对环法最近距离的感受，其一是车手到来之前延绵几公里的赞助商花车，车迷们不仅能大饱眼福，还能从花车上得到实惠的礼物和纪念品。而另外一点就是了解到了环法组委会为骑行爱好者量身定制的体验项目，让参与者在环法车手们冲刺终点前的几个小时，体验一段配有专业骑行用车、技术支持、随行车辆、领骑人员的封闭路段，之后登上职业选手领奖台领取证书，并在最佳观赛区观看选手的冲刺。我把这个体验项目写进了自己的心愿单，希望尽早实现。如果小伙伴们想一起组队去更深入地体会环法的魅力，可以在留言区或者私信告诉我。那么你对今年的环法有什么期待吗？你会希望去赛道沿路体会一下民众的热情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见。